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文学，它和社会甚至在政治层面相互影响运作的一个可能性和不可能性这个方面。那么您也曾经提到过，就引用这个大江健三郎的话，作为一个作家呢，他是一个报信的人啊。那么或者这个典故其实是来自于这个 Herman Melville 的《白鲸记》，然后是圣经的约伯记这个传统啊。就是从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就是您怎么来看待中国作家和社会以及政治之间的一个互动关系呢？哎，这个我1987年写这个《天堂窜台之歌》的时候，有一个卷首语啊，实际上是我杜撰了一段这个斯大林的语录啊。后来有人说这个出在何处？我说没有，我说斯大林随口说的，没有收进他全集里去。这个小说家就是总是千方百计的这个想逃避政治，但是这个政治总是来找这个小说家，是吧？那么这也是这个几十年来这个中国作家的，我觉得是一个宿命般的一个现象啊，就是总是文学受到政治的牵扯，是吧？这包括两个层面，就是一个像文革期间那样的，把一个作家因为他的作品给打倒，是吧？那么再一个就是这个作家跟这个文学跟政治本身这种关系，我想有这么两个层面。那么现在我觉得一个比较难处理的，实际上就是一个文学跟政治的关系。那么我觉得有一个误解，就是说作家嘛，这个敢于直面现实，直面生活，就是应该说胆大，是吧？政治生活中的任何禁区都要敢于描写，敢于触碰。我觉得这是一个误解事情。我就突然想起了这个我们小时候在生产队里玩的一个游戏。我们这个马路边上一个拴马桩上拴了一匹马，这个马性子很烈，经常会踢人，是吧？这帮孩子就说谁敢上去这个拔下一个马尾巴来，是吧？那么有的孩子胆特别大，悄悄的上去拔一个马尾巴来，于是乎他就成了英雄。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文学啊，这不是艺术创作。艺术创作是你用画笔把这匹马画下来，你用文字把这匹马描述下来，甚至你用这个照相机把这匹马拍下来，说这是艺术创作。把马尾巴拔下来不是文学创作，是吧？我觉得这个作家处理这个社会生活中的这种政治问题的时候，也应该就是这样啊，从艺术的角度。你把你作为你的一个艺术描写的对象，是吧？你可以写政治，可以描写政治，但是我想我们不是来写事件，是的，也不是来写过程，是的，这应该是历史学家和新闻记者来完成的任务。是的，作家应该写政治生活中的人物，是吧？写人啊。当年我想这个沈从文教他的学生汪曾祺的时候，就教了4个字。贴着人物，贴着人写，是吧？那么现在我觉得我们作家实际上也应该贴着人写，包括我个人的经验也是从沈先生那里学来的，就是贴着人写。说我也写计划生育了，是吧？这毫无疑问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重大的问题。你说是一个政治问题也可以，是吧？说是一个敏感问题也可以，但是我写了那我想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问题，人物的问题。我千方百计的想尽一切办法，用一切细节来丰满，来典型化小说里姑姑这个人物形象，是吧？但是他生活在这个环境里边，生活在这个计划生育这样一个牵涉到千家万户的，而且充满了矛盾的这么一个事件里边，那么我想这个事件的过程就变成了塑造这个姑姑这个人物的一种背景啊，一种手段，是吧？所以，由于盯着人写，我想他这个政治问题是文学化了。真的是到最后，我们还是归结到文学，它是一个关于人的学问，是关于一个对于人性的了解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用文字语言来碰触人生状态的一个尝试。是的。所以，我想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让我们有机会和这个莫言来做一个对谈。To conclude, Mr. Mo Yan has pointed out again that the human issue or humanity should serve as the centerpiece
of literary engagement. Whatever the topic is like, a writer is obliged to approach the innermost possibilities of the humanities, for good or for ill. I think this is truly the political core of a writer's engagement with a language, with writing. Thank you.